大家好，我是道义文斌。今天呢，我来给他讲一个，就是心跳的问题，就是心跳快。心跳快这个问题呢，这个是我最印象深的这种毛病，因为我本人曾经生过这个病。然后呢，在我把那个中医悟出来以后，我所经手的第一个病人就是心跳快。什么叫心跳快？人心跳的标准是每分钟80跳。那你看有些人他心跳90多，然后呢不超过100呢算正常，下面呢不低于60，不超过100，但是90几，如果你有不适的话，那其实也是属于心跳快的范畴。当初呢有一年我身体突然暴瘦，然后呢心跳已经达到90几，呢，但是我平时的心跳呢才60，超过一点点，所以对我来说已经增加了很多。心跳快的感觉，那个是痛不欲生啊！你睡觉都睡不好，你白天你站着都嫌累，你要躺在沙发上，那这感觉真是度日如年。然后身体一下子瘦下去的话，我都一度以为自己得了什么绝症了。然后到各大医院去看，每次看都是抽血、拍片、盲视，但是没什么作用，也查不出什么东西。然后呢，治疗更是没处下手。然后这种情况延续了大概有将近2个月。后来呢，我那个自己查了一下，查阅了一下，判定自己是那个甲状腺方面的毛病，这种疾病叫甲性甲亢。最后去找了我同学，开了呢最简单的药。他是一位激素专家，他特别擅长用激素，所以他给我开了最简单、最小的量的激素，然后呢又配了一瓶降心跳的药，才人民币才几块钱。好，结果吃了以后呢，2天以后就好了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我对这个心跳快这个毛病呢印象特别深刻。然后呢，后来呢，就是我碰到的第一个病人呢，是一个70岁多一点点的老太，她也心跳快，100多跳。然后你看她那个难受这个我能理解。我一看这个病，心里面瞪一下，我知道这种滋味，所以我非常重视。然后呢，他这个人呢，舌特别红，基本没有苔，那舌头上面还有裂纹。你看呢，他看东西呢比较模糊，喜欢用冷毛巾呢去擦这个眼睛，说明上面比较热。口干口苦，上面比较热。轻度便秘，失眠有时候失眠，说明上面比较热。然后呢，下肢呢无力，容易摔跤。然后呢，胃口呢又变差了。本来他胃口很好，很喜欢吃东西，然后呢，吃东西没有味道，特别容易害怕，胸呢稍微有点闷。然后他害怕就会出汗，做事情呢就会出汗，眼睛也模糊。你看他这个病，那个我再从搭了一下脉，看他的脉象，明显的什么呢？明显的这个人有热阴虚，阴虚有热。看到这种情况呢，就是比较简单的，我就知道用那个炙甘草汤。但是没有我想到的是，这个炙甘草汤这个药
它的效果如此神奇。我只是让他中午喝了一碗，晚上喝了一碗，到第二天早晨他醒来的时候，他心跳完全恢复正常。这个我是没想到，所以经方啊，它的效果真的是不可理解，不可理解的好。好，那个炙甘草汤呢，它实际上是什么呢？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桂枝汤。然后呢，因为他心里难受呢，跳的难受呢，我们把这个芍药去掉了，然后呢，再加上什么呢？就是一票很多的那个滋阴的药，它的滋阴的药用的比较猛。这个炙甘草汤用的范围比较广，心阴虚啊、肺阴虚啊、脾阴虚啊，甚至于肝阴虚，你用上去啊，它都会有效果。它这个药结构这么简单，其实让我们联想到一个事情，就我一直说，我们经方这个古典中医呢，它的理论呢，实际上是易经。易经讲究什么？易经那就是易，那就是简单。所以想问题不要想的太复杂，不要被这个多变的症状吸引了你的注意力。你看，他心跳快，心脏，心脏这个器官实际上是在血管上面的一部分。其实你想的简单一点，它不就是血管吗？相当于一个比较特殊的血管，你这么想。那血管的病，我们经常会用什么？经常会想到桂枝汤。那有些人说了，桂枝汤这个药，它不是治感冒的，它不是治疗那个表症的，它为什么用在血管上呢？那前面我已经说过，那个桂枝主动脉，芍药是毛细静脉，生姜是毛细动脉，甘草是主静脉。好，你看看这个桂枝汤的结构啊，它主要处理血管。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去理解它，你想想看，人的身体真正的内部其实都是空的。你比如说，肺里面、胸腔里面充斥着大量的空气，膀胱里面充斥着大量的尿液，胃肠道里面充斥着大量的食物和食物残渣。所以实际上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啊，都在人体的表面。所以你还可以这么想，你想你装修的时候，你的电线、你的水管这一类的东西，你是不是都钉在墙面上？不是钉在侧面的墙，就是天花板，要么走地板，其实也都是在表面的。所以你可以这么理解，血管它就是在表面的，以表面为主，然后它就是以桂枝汤为基本结构来进行变化的。啊，然后呢，当然了，你这个心跳快，你有些东西要把它排除掉，比如说炎症。炎症呢，基本上都有热度，所以你去量一下体温。一般阴虚发热的人呢，他往往没有体温不会升高。这种病人，我跟你说，是经方的特效的那个病症。你如果碰到西医，其实我还碰到过其他的病人，碰到西医，你到任何的有名的大医院去看，他多给你一个结论，就是说什么呢？是神经官能症。其实西医对这个毛病啊，他基本上是没有办法。好，然后呢，心跳快呢，我还要补充一下，就是说呢，我们呢心跳快有时候呢
还用另外一个药，叫柴胡加龙骨牡蛎汤。这个呢是另外一种情况，你在给他治甘草汤的同时呢，你可以阶段性的给他吃点这个药，或者有些人呢，他不是这个阴虚引起的心跳快，他往往是阳虚引起的。阳虚引起心跳快的嘛，往往是因为是代偿。这种人呢，你可以给他治柴胡加龙骨牡蛎汤。柴胡加龙骨牡蛎呢，它是主管什么呢？主管灵魂的，或者我们这么说，它主管一种场，磁场的场，重力场的场，气场的场。这个场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这个场就像一个势能一样，在你的身体进行某项功能的时候，它这个场先要到位。像我们这个心跳快呢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你这个灵魂啊，你这个场啊，在流失往外跑，跑的时候呢，你这个阳气呢，它还来不及出去，来不及出去呢，就到了你的身体表面。如果到了心脏部位呢，它就心跳就突然加快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要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。好，所以你看，心跳快就要用阳虚的柴胡加龙骨牡蛎汤，这个用的稍微少一点。主要的呢，大部分的人呢都是阴虚发热，都要用炙甘草汤。大家记住，心跳快、心跳慢这种状况，大家一定要重视。心跳快的话，你想想看，人的寿命，你一生心跳跳几下，这个是注定的。心跳快，那绝对会影响一个人的寿命。大家要引起重视，要用经方去调。我告诉你，除了经方，其他没有办法。不要说什么穴位按摩啊，不要什么这个锻炼啊，那个锻炼啊，都没用。大家注意，不要走弯路。有我在给大家提醒，大家不要再走弯路了。因为我很多都是做过实验，甚至于本人的实验。好，那今天就说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